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最近也是涉足了一个小小的全新的领域，想必有了新的观察啊！为什么要强调观察？掌声有请黑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我是一个盲人，我知道你们知道。我给短视频切片的用户介绍，因为不能全指望你们，全指望你们就完蛋了。去年不小心染上了摄影，在后台给那些演员拍拍照啊，盲人摄影。太简单了啊！我只要拍到人，他们就说我拍的真好，焦都没对上，说我拍的很有个人风格，是吧？有时候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拍的是谁，发的时候也不知道发给谁。有一回拍的小海发给了翟佳宁，画面上是刘仁成。哎，就这样了，还接到了一个摄影展的邀请。我说我这个水平不足以参展吧？他说让你来看，你想啥呢？我说让我来看，你想啥呢？他说哎，看展你有误会，也不一定太用眼睛，用心嘛，来感受感受。我就去感受了，他给我配了个工作人员，全程给我讲解。有一幅画面，他在那讲了3分钟，没听明白。我老婆一句话我就懂了，我老婆说不好看，走吧，下一个。看完之后就一个感觉啊，当代艺术全靠解释，就形式远远大于内容。好多人就是纯整活。有一个摄影师玩胶片的，他把那个胶片埋到土里面放了半年，说让大自然勾勒出那个画面。我心说你不解释，这谁能看得懂，是吧？我看怎么就是黑黢黢一团。那对盲人还挺友好的，因为谁看都是黑黢黢一团。全得靠他跟你讲。我说难怪不太用眼睛呢。一头雾水。前一阵还去了另外一个一头雾水的地方，说唱巅峰对决。不是让我唱啊，让我作为一个观众，从一个路人、圈外人的角度发表一下对那些音乐作品的感受、真实的想法。我去了才知道为什么要请圈外人，因为圈内人一句难听的都说不出来。巅峰吹捧大会。我印象中 rapper 你对抗那都得问候对方家人了，到那一看他们相亲相爱一家人，就我一个外人看不清局面。哎，听了一下就什么感受呢？他们都不是形式大于内容，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内容，上来就先放狠话，哇，假狠就是那种啊我厉害你垃圾你不行我厉害。我心说你厉害你倒是拿作品出来呢，厉害就光靠说呀。然后他们就开始唱，我厉害我厉害我厉害。就感觉这歌就像 AI 写的。我说你给我写首厉害的歌， AI 说我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给你写了一首我厉害我厉害我厉害。特别像小学生吵架。回去查了一下发现我错了，初中生。有一组人气歌手，他俩唱了一首歌，说他们那个厂牌以前曾经多么辉煌，10年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。我说这不全内部梗吗？这不是企业年会上该唱的歌吗？兔老板挣着钱了 ，PUA 员工说我们再加油，我们这不容易。他连年会都不如，他都不抽个奖，他。然后就被他们粉丝骂了，追着我骂。骂的最多的说我态度不好，说歌手在台上唱歌，我在下面玩手机。我看歌词啊，你们那些哥哥唱的一句都听不清。这一首歌如果盲人听不清，那就没人能听得清。还说什么你不了解，你凭什么在那瞎评论？你来录节目至少先做个背调吧。
我说怎么评论还不能评论？别说你个音乐节目了，摄影展老子都去看了。听个歌还做背调，我真要背调了，我就不来了。还巅峰对决，那巅峰的歌手一个都没在。还有那种骂的搞笑的，说你装什么装，还戴个墨镜。你起个网名叫黑灯，就真当自己瞎了吗？我说你凭什么骂我？你做背调了吗你？啊！我也是第一次被人这么骂，说你以为你瞎了，你就真的瞎了吗？骂我就骂我，饶舌还给我。众多骂我的人里面有一个人，那个人素质断崖领先。他会换位思考，他会替对方着想，他怕我看不见，他发语音骂我。骂的最难听的一个，骂的非常的脏，说还讲什么内部梗，内部梗谁说得过你们脱口秀演员呢？我说骂到我心坎里来了。这就是脱口秀最大的问题，你发现没有？内部梗太多了，新观众根本听不懂。你要把这两个节目录制的观众换一换，两群人都懵了。那个说唱听众来到脱口秀录制现场，上来个一丑八怪跟你讲那个赵栋带着马雨成去走红毯了，听不懂吧？就是这种感觉。赵栋是谁？赵栋是南瓜。你要没看过3年脱口秀，南瓜你都不知道是谁。都说脱口秀门槛低，那是讲。听脱口秀的门槛现在非常的高，听个脱口秀恨不得你得给他加30个注释才能听得懂。人家大作家那个硕士论文都没有30个注释。所以啊，要想有传播、有热度，要想你就得讲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东西。我还是拿说唱举例，谢帝。谢帝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什么？那是糯米的作品。你说讽刺不讽刺？这么多年了，谢帝最广为流传的还是那个“老子今天不上班”。这是真有内容、真的情感，才能广泛共鸣、触动内心，对吧？你就应该写这种真的东西啊！所以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这么大情绪吗？因为我是最大的内部梗。去年这节目上就这帮人 Q 了我19次，对面节目我还去了5次，我都给剪出来了，9分多钟发到网上去了，你们回去可以搜一下，名字叫《黑灯笑话大全》，但准确来讲应该叫《笑话黑灯大全》。不好笑。就硬 Q， 但凡有个看不清的，就是黑灯。我也不能板着个脸坐在那，显得我这个人小气。我就开始真人秀，我心里想的，去你的是你的票吗？都是老子的票呀！他们满票220，我应该870。所以朋友们，写点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好段子吧。你不能预设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病情呀。别说别人了，我自己都不太搞得清楚我的病情，也是最近才搞明白的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以后每次上台，我会先介绍，我说大家好，我是黑灯，我是一个盲人。啊，为什么结尾还要再说一遍？因为有的短视频切片，他会给你把头给切了。我讲，谢谢黑灯。喜欢黑灯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领锁票。大家能听出来，这黑灯今天情绪蛮大的啊。我是庞博，我在这边，我在那边是吧？无所谓。黑灯今天除了这个内容之外，还带了一份这个通缉名单，对不对？是，请看大屏幕。这是我发的那个江湖笑话黑灯通缉令，线下谁给讲了黑灯了，全给记下来。我看着我了，还有我呢，还有你啊，还有你。哎，我没讲吗？我也讲了，没写我呀，我自首行吗？
我自首，我跟谢谢自首。我刚开始说了，我说，哎，你不让你们免费给我看当眼线，发现一个奖20块钱，很快就发现太多了，后来就改成5块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还有好多钱没付钱呢啊！真的很精彩啊！大林怎么样看这段？我是感觉到他好像比以往更愤怒一些，更激动一些。是，其实我今年就觉得，在所有选手当中，就是黑灯的表演是让我最期待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上学的时候都在班里讲过笑话，特别容易让大伙儿就乐了。因为你就拿这同学和那老师开玩笑，他没有不乐的。这同时也是一种内部梗，但是我觉得很难啊，很难。到决赛，我觉得都不会没有这个的存在。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是快速的拉近你跟观众的距离，对，一句两句的没什么。黑灯这几次表演的作品态度都特别明显且特别的辛辣。啊，他没有就停在自己这个个人的事件上，比如之前说病情、说反诈骗什么的，我觉得起码说了一点社会议题，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观点、一个态度，但没他这么锋利，没他这么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去支撑。其实黑灯老师去的那个隔壁节目我也看了，然后我还说最新一期怎么没有你了？被骂走了。因为我觉得你在那个节目上比在这个节目稍微 peace 一点。我都是笑着说的，他们说我冷笑。就他看你不对，怎么解释都没有用。对，我觉得可能是你在那个节目，反而我觉得可能是被骂的比较多，然后受了挺多委屈的，然后在这儿把愤怒全都表达出来了。我今天看就是这个感受。黑灯，这又是你新写的一篇是吗？因为最近才挨骂。本来是要录一整季那个说唱节目的，没打算来录喜单，跟他们聊好了，然后后来回来比这个来了，我说那我就不去了。他说来一期就骂成那样，幸亏只录了1期。脱口秀救我一命，今年是。这一季尤其的觉得你的那个能量和你的愤怒，然后你的情绪都扑面而来。你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是你可以源源不断的去观察。就我特别想知道，你会有一种会枯竭感吗？还是说你一直持续的都是是那么旺盛的一种创作的状态？有生活就可以，有生活就不太用内部梗，你就可以不断的有素材。我觉得是你足够的敏感，也是足够的纯粹。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生活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创作出来这么有态度的东西的。谢谢。我觉得黑灯像一个探照灯，就是但凡被他的探照灯照到的地方，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。监控式喜剧。对，这我觉得是一种很强的能力。它有一种那种全知全能的监控系统。这个监控系统，它只要扫描到了，然后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数据分析跟一些结论。然后这个角度又特别的辛辣，有的时候内部梗它就会拉高观众的门槛，让自嗨的人觉得哦还不错，但是新的人又没有一个契机让他进来。所以我觉得今天黑灯讨论的这个内部梗的话题，它是各种行业、各种文化传播。它如何打破一个边界，让更多的新的人愿意来听、来看、来享受的一个过程，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。然后我也觉得黑灯功力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像一个社会观察家，也越来越像一个社会评论家，也越来越像一个 rapper。他们第一季说唱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耳目一新，就耳一新吧，可能就是。你这也不怨大家，这玩意儿确实好笑。后来就没怎么听了。然后他们找到我的时候，也是想说，你从一个路人的角度去，让他们听听那种，你得怎么打动我？你把这个盘子做大，你就得吸引那些人过来嘛，对吧？结果去了之后，他们反而说，哎，你不懂，你凭什么来？我刚才漏了一句，就是说，不管是什么行业，脱口秀也好，当代艺术还是那个自嗨，就很快就会完蛋了。我爱脱口秀，我不想它完了。所以说回来，他也是爱这个说唱的啊。要是这事情跟我完全无关，我也就没有那么多想说的了。但我觉得很妙，给你放在前面，这个很好。给后边选手，万一有内部梗的，有时间能改一下。我改的乱七八糟，都演的不好，寂寞，堵死所有人的后路。谢谢黑灯，谢谢。爱情。